非有消息，美国联合航空最近延长了与通勤航空的合同，决定继续使用12届145客机到2028年。应该说这是通勤航空的幸事，也是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的幸事。从全球航空业来说，经营支线航空大都相当困难，主要有几个原因。一是支线航空的飞机都很小，摊薄固定成本能力差，再加上航程短，起降频繁，造成单位客座运营成本高，利润空间小。二是支线航点往往都位于小城市或者是偏远地区，人口基数小，经济活动有限，客源有限，航班的上座率难以保证，同时乘客对价格的敏感度也很高。三是竞争力较弱，替代选择多，比如自驾、高铁等地面交通。四是人力和管理成本占比大，支线飞机虽然小，但是机组、地服、安检、维修体系与干线飞机并无区别，一个也不能少。但是受众又有限，服务的市场规模却远小得多。所以包括中国在内，许多国家的支线航空都不好做。美国的支线航空之所以做得不错，与它的运营模式有很大关系。他们采取了专业分包的模式，全国有10来个专业支线服务商，大型干线航司通过与他们合作，以签署分包合同的方式共享市场。美国规模最大的支线航空公司是天西航空，现在机队规模570多架，其次是共和航空，有300多架飞机，第三是特使航空，有近200架飞机。他们通过与达美航空、美联航、美国航空、阿拉斯加航空等合作获得发展。近些年，这些大型专业支线公司的飞机越来越大，有很多的12届900和12届170等，天西还订购了很多的12届175，从2024年以来已经接收了20多架。通勤航空的规模相对较小，现在只有65架飞机，他家的飞机也比较小，基本上都是50座的12届145，而且他家的飞机也比较旧，大部分的机龄已经超过20年。但是由于巴西航空工业的12届145坚固耐用，现在看来通勤航空还可以使用它继续与天西等进行市场竞争。12届145是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在上个世纪90年代推出的喷气式支线客机，1995年首飞，2020年停产，总共生产了1231架，是全球最成功的50座喷气式支线客机之一。它的机身很细，一排3座，而且重量很轻，所以比12届175要节油 30% 以上，并且它可以使用更短的跑道和更小的机场，灵活性高，更适合小型或偏远地区的支线航点。现在12届135、145系列市场的存量依然很多，公务机型号莱克赛600系列一直在产，二手备件也很丰富。12届145系列客机目前仍然活跃在全球很多地方，美国、墨西哥、斯洛文尼亚、英国、法国和非洲等地都还能见到它的身影。目前全球最古老的12届145客机在安哥拉，机龄已经29年。这么看来的话，通勤航空的12届145还算年轻，还能够再用10年也不成问题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